这里有几幅画，对我来说有特殊的意义，希望你们能给我留下。是这样啊，东西呢我们必须要扣押。如果你有什么异议的话，直接跟执行系打申请吧。你们两个把扣押清单写清楚，把所有的东西都搬上车。是。等一等，这批字画肯定是有问题的。你是说这批字画有假？嗯，我爷爷是书画家，虽然我不太懂，但是刚才那一批里面有一幅刘丹的垂钓。据我所知，刘丹只画过一幅垂钓。我爷爷家有一幅，是刘丹亲自送给我爷爷的，所以那幅肯定是假的。哎，那专家怎么说呀？全是假的，一幅真的都没有。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？你这叫谎报军情，这要是放在部队，就给你就地正法了。国际惯例，无效果无报酬，奖金你是没得拿了。这不是我这也不是奔奖金来的呀，我不劳忍你们这白跑一趟。没什么，你呀也别气馁，继续查。我现在都是中院的常败将军了，我还挺着呢。你这才失败了一次，算什么呀？哎，我再去找找。这个我叫阿里巴巴，只要他敢花钱，他就跑不了他。行了，你没事了。啊？还不明白啊？可以走啦。哦，不是，那这事儿啊，我是真不知道。知道。我这哎，我慢走慢走。都知道。我确实是。慢走慢走啊！不是我。哎，送。哎呀，这赵文卷呀，哎呀，精神可嘉。还放心不下永安大厦的案子？我还是不甘心。只要省高院没有给出最后的结果，我觉得我们还有机会。行吧，那既然你已经这么说了，那我就去东陵再走一趟啊，摸摸底下的情况。一川，宋法官，还是我去吧。我从公安口侧面打听一下。好，你让年杰跟你一起吧，有个照应。好。好。那你们俩路上注意安全啊。放心吧。走。哎，尹大哥，都这个点儿了，我们晚上从东陵赶回来，肯定来不及接天天了。哎呀，你看我这个爹当的，把这事儿给忘了。要不让我姐去接吧，反正她回家也顺路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老是给你姐添麻烦，不合适。一点都不麻烦，我现在就给我姐发信息。天天，哎，爸爸来了。哎，林佳阿姨也来了，快快来换鞋。谢谢
谢甜甜，我自己来就好。好。哎呦，做了这么多菜啊！甜甜，林阿姨又接你，又给你做好吃的，谢谢阿姨没有？当然了，我肯定谢过了，这都不用你操心。这孩子，你们吃饭了没有？吃了，大林阿姨做的可好吃了。我和天天吃过了，你们快吃吧。啊，林青，不好意思，我给你添麻烦了。麻烦什么呀？这是我姐最愿意干的事，是吧，姐？你找我帮忙，忙我帮完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别，这个忙活这么长时间了，吃了饭再走啊。我刚才说过了，我和天天吃过了。那吃完饭不是还得刷碗吗？哎，林姐，这你姐已经够辛苦的了，这点活我自己就干了。哎，不辛苦不辛苦，我姐可勤快了，这点活不算什么。快坐吧，哎，来，快吃，好丰盛啊！哎，我看看，哎呦，你洗完头发呀？你醒了呀，真可爱。你看这小家伙多能造，一天得换多少衣服？哎呦，你爸爸快累死喽！思鹏啊，你觉得他长得像谁啊？哦，我看看哈，我们看一看。哦，鼻子、嘴巴像我，眼睛还有皮肤像你，真漂亮。看一点都不像我。你是不是困了？哎，李姐，哎，来，把他抱那屋睡觉去。好。乖乖。哎，对了，安娜，前2天我给郑教授送喜糖，他说改天他想看看孩子呢。伴君如伴虎，咱们还是跟他保持点距离的好。怎么我一提郑教授你就不爱听啊？思鹏，嗯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好，你说。我以前是郑怀生的情人，你知道吧？知道啊。你从来也不问我。安娜，那是你的过去，我不介意。现在你是我老婆呀。所以我们的孩子我不想让他见。好，我听你的，放心吧。你真是个好人。我叠衣服啊。左法官，我是尹东迅。永安大厦的负责人已经跑了，我通过公安系统也证实了这个消息。现在什么局势啊？东林法院执行局正在对永安大厦的资产做出评估，我估计他们不会等到省高院做出决定，就要进行拍卖了。进行的好快啊！是啊，态度很强硬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早点休息吧。好，你也早点休息，晚安。来，吃点水果啊，谢谢。怎么了？永安大厦又有新变化呀？明天我要去趟省高院。啊？还去啊？这才几天呀，也太折腾了吧！啊，我的意思是，永家的情况这都明摆着呢，体制内有人保护着，在没有新证据之前，咱去也是白去啊。这次我一定要换个打法，一板一眼的，摆脱不了被动的局面。那用我准备点什么？你不用去了。
喂，小艾。郑老师，左琳明天要去省高院。有什么新说法吗？没有，我想跟他一块儿去，但是他不肯。省高院的王局长是个老古董，洁身自好，软硬不吃。我们攻不破的堡垒，如果能被他攻破了，倒真让我长见识了。就是这个事儿，没别的事儿了。那郑老师晚安。好，晚安。如果还是为了永安大厦的事儿，我看你就不用开口了。王局长，真不是为了这事儿，就永安大厦这么麻烦，我都不想管了。哦，那还有什么事儿能让你亲自跑一趟啊？王局长，之前我就听赵院长说过您，说您是执行的老前辈，法学权威，实战经验非常多。特别是上次跟您见过之后，我觉得差距实在是太大了。我这个人有时候在工作中啊，太草率，太鲁莽。我仔细反省了一下，主要原因肯定还是对法律条文理解的不够透彻。这一上来就是一顿糖衣炮弹，我可有点吃不消啊！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还说不是为了永安的事儿来的。哎呀，王局长真不是，我哪敢骗您呢？其实是这样的，我有个同学，他现在呢在电视台做一个栏目，叫《执行在路上》。您听过这节目吧？他们现在呢想请一个嘉宾，让我推荐一下。然后我左思右想，王局长您最合适了。这个栏目我知道啊。那王局长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您做这期节目的访谈嘉宾，我马上跟节目组说一下，就辛苦您下午到省电视台录制节目。这个电视台采访，对形象是不是有特别的要求啊？那当然有要求了，这访谈嘉宾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呀。可您看我这形象，是不是合格啊？您的形象当然合格了。您看您仪表堂堂，重点是平易近人，完全符合我们执行人员的良好形象。我看你说的这么热情，是不是在打什么坏主意啊？局长真没有，就是录个节目而已。您想想，从头到尾，我提过永安大厦这4个字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在这儿。高院答应王局长参加访谈节目了。好不容易给他说好了，练吗？太好了，你的素材带来没有？拿给你。这些呢是我们法院以前留下的素材，都是没有用过的。你和这个新的采访混编在一起，那就是一个新的节目。白给我个节目创意，又帮忙请嘉宾，还白送节目素材。你什么时候这么好心啊？你是我老同学，我帮你帮谁啊？我可没请你啊，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。啊，确实，他帮也不能白帮，我有那么一点点小条件。条件？那你得先说说看，别不着边就行。对你来说就是2句话的事儿。你采访王局长的时候啊，多加几个问题。问题？什么问题？你可别坑我。怎么可能？我保证，绝对利国利民。其实，就是我们执行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难点，希望他解答一下。我还不了解你，要真这么简单，
你还至于绕这么大一圈子？你还不相信我了？我把提纲给你看，要是觉得不合适，那就取消。哎呦，至于的吗？看两眼就明白的，看那么仔细。这么看着，好像也没什么大问题。就是啊，这样吧，那今天下午就按照这个来吧。别急，我再看看。哎呀，算了，还是算了吧。这个我也收走，记忆卡我也拿走。今天采访王局长的事儿就取消了算了。嘿，好了，还急了，就照你的要求来。这不就好了吗？你想，到时候你还能出一新节目，万一成了新闻热点，你可就红了。到时候不许删我微信啊！成交。我帮你这么大的忙，你就自己喝咖啡，不给我叫一杯啊？我请你。服务员，来杯咖啡，我要latte。我跟你说，你看这2万信息。哎，老李，你看这2份合同，这个是720万，这个是1000。你看啊，我标注的这个。这份合同跟这份合同签约的金额差出1半去，跟我这上面显示的是一致的。那他差的这1半的钱去哪儿了？所以说，接下来我们就要重点关注这个。哟，特别执行处的编外人员又来了。哎，站住！今天又带什么好线索来了？来，坐。坐吧。坐下更方便眼观六路啊。哎，我先歇会儿，我这没吃饭呢。哟，哎，这是来了位爷啊！不好意思，我们这儿庙小，有泡面，要不给你泡个泡面吃？哎，面就可以，泡就不用了。我们出租车司机喜欢吃干的。行吧，等着吧。他都不挑。快拿去啊，随你。不把自己当外人。来吧，自行解决吧。哎，谢谢啊。哎呀，你们这吃这，我们吃的都是袋装的。哎，你还真干吃啊？你慢点，别噎着。哎呀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林姐，给你倒杯水。哎，行了，白服摆半天了，说正事吧，我们忙着呢。什么呀？相片。这不就是齐三河跟庞丽丽吗？你这张照片哪拍的？陈志飞和庞丽丽，他们俩怎么跑一块儿？哎，我以为只有我关心这个，你也是正常男人呢。谁跟你一样说正事？你知道这男的是谁啊？哎，小三儿嘛，那是谁？我跟你讲，这照片就是我那个头几天我跟踪那女的时候拍的。我估计她老公齐三河绝对不知道这事儿，这涉嫌男女奸情，哎，这重要吧？啊，这有价值。这也许还真是个突破口。陈文健，这次你立功了。那是我为这事儿，我这几天我活耽误大了我。但是你提供的不是财产线索，奖金拿不到的。奖不奖的无所谓，是吧？我吃完面，出去拉2趟，
这有了，关键这活过瘾呐，这呀，有意思。钱嘛，事成之后你们看着给，那不给我也不赖着你们啊。那不给了。你看你那点出息吧。别噎着，云姐，别倒杯水。等会儿再吃啊。这可是大新闻，我得赶快给左法官看看。众泰机械董事长陈志飞。王局长的话我听明白了，对于恶意欠债不还的人，可以采取罚款、拘留、上黑名单，甚至可以追究拒不执行的刑事责任。但如果是一个好人欠债不还，该怎么理解呢？好人坏人属于道德层面，执行就看履行的能力。没有能力履行的案件，又该如何处置呢？据我多年做执行工作的经验来说，没有天生的老赖。每一个人都想得到别人的尊重，想做一个体面的人。如果被执行人真的没有钱，法院也没有办法。这就属于当事人的商业风险。如果是我欠了您的钱不还，该怎么办呢？钱多的话，我会找人来和你谈；钱少的话，就当我请你吃饭了。这是您之前提到的善意执法吗？不算，这个是属于朋友间的友情协商。非常感谢王局长把我称为朋友。王局长讲话深入浅出，把原本复杂难懂的执行问题解释得明白入理，观众们听得也是清清楚楚。那就说明你们宣传部门的普法力度不够啊，人民群众不了解，才会产生误解啊。看来真的是不能跟法官辩理，一句话就把这责任转到我们头上了。既然说到宣传上，我在这里就植入一个广告。目前法院系统正大力与传媒、广播电视台，还有多家银行，共同搭建一个法媒影音的平台，就是为了曝光失摄影人员被执行人的信息。如果有观众朋友是在银行工作的，碰到客户贷款，或者是朋友们向他们借钱，那么他们需要留一个心眼，在名单库上搜索他们的名字，如果有，大家都懂的。另外，该平台正在不断的融合并完善悬赏公布公告，还有拍卖的信息公开监督举报、执行宣传等等功能。如果感兴趣的朋友，可以到网上去查询下载手机 APP 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。王局长，您真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宣传推广的一个机会啊！没有去做宣传工作，真的是有点可惜啊。好了，下面呢，我们进入观众互动环节。我们收到了观众提问的几个问题，在这里要向王局长请教一下。请讲。有一个案件发生在我省的东林市，永安大厦在被查封后，项目负责人逃跑了，这在社会上产生了很恶劣的影响。不知道对永安大厦的执行工作还能否正常的展开？企业负责人跑了没关系，只要财产还在，就可以强制执行。下面这个问题就更加具体了。据我所知，永安大厦的产权分属不同的投资商，且有东林、明州两地法院主张对其执行，并由此在两地法院之间产生了矛盾。这种情况下，省高院会如何协调呢？这个案件确实正在我们高院进行协调，但如何协调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一说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，
在观众看来，这很像是官方在打太极啊。这个不是打太极。根据法律要求，在没有官方正式公告出来之前，我不方便在媒体谈论个人的看法。我非常理解王局长。那我们不讲具体案件，只讲法律问题。如果2家法院为一个案件产生争议，有没有分给2个法院分别执行的先例呢？既然是协调案件，那肯定要协商处理。如果协商不成，那就要上级法院做决定。之前不同比例分别执行，有过先例。好的，非常感谢王局长的精彩解答。在这里呢，我们也要向观众朋友们预报一下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跟踪报道东林市永安大厦的执行进程，给东林、明州2地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。王局长，哎呀，王局长，真想不到您真的太有镜头感了，而且言语幽默，对您的案例分析的深入浅出，不愧是法学权威。我相信您这节目只要一播出，在全省，您都成为执行领域的楷模。不用给我戴高帽子了，是我把你看简单了。哎，您这话说的，您可是高院的领导。刚才在公共媒体上，你可是把我赶到了一条死胡同啊！说吧，在永安大厦事情上，你想让我怎么帮你？王局长，我真的没有什么要求，您能录这个节目已经是很给我面子了，我感谢您都来不及。明州中院的左邻，我记住你了。王局长，那我下次再去拜访您。哪位？我是左林。你好，我是省高院执行局王局长的助理林霄。哦，林助理您好。王局长让我通知您，省高院已经责令东林法院执行局对永安大厦即刻采取强制执行，而且已经和东林法院研究好了，永嘉地产在永安大厦的40%投资，在拍卖后的资产按此比例划归到明州中院执行局。那谢谢王局长，也谢谢您。不谢不谢，都是应该的。没事，我挂了。好，再见。小爱，在吗？哎呀哟，回来啦！赶紧做饭。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？怎么有外遇啦？大大的外遇，情投意合，相见恨晚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小爱，我把永安大厦拿下来了。省高院答应啦？永安大厦拍卖后的40%，归我们明州执行局。这样啊？还愣着干嘛？去做饭去啊！庆祝一下。好。做点好吃的。
按照拍卖底价估算，永嘉40%的份额，至少也是这个数字。啊，那也远远不够补偿永嘉地产申请执行人啊。但我们让他们看到了希望，看到了我们努力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是我从明山系这个老虎嘴里抠出来的第一笔钱。这句话倒是一点都不假。尝尝你的面。你放什么了？鸡蛋素面，什么都没放。你放肉了？没有，真没放。骗人！不打招呼你就直接过来，是有什么天大的事了？是有点事儿，我主要也是想当面的跟你聊一聊。东林出事了？对，刚接到通知，省高院现在责成东林法院立刻对永安大厦进行强制执行。高院的面子还是要给的，让东林法院想办法再拖一拖。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这个事儿，东林方面已经明确表态，拖不了。现在是省高院专门派了人现场督办，省电视台的法制栏目跟随拍摄执行的全部过程。省高院对下级法院的案子闹出这么大动静，可从来没有过。左林怎么办到的？切，先不管左林是怎么办到的吧。永安大厦的资产拍卖以后，永嘉的40%投资按比例都要划归给明州中院执行，这可都是咱们的钱呐。我真是小看左林了。所以现在我想问问你，是不是可以考虑把中院特别执行处的执行法官换个人选？只要你点个头，剩下的一切我来办。再等等，我的心血不能白费啊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永安大厦的问题已经解决了。解决了？什么意思啊？省高院这边已经和东林法院协调好了，等永安大厦被拍卖以后，永嘉注入其中的40%的资金将会划归给我们，进行执行。成功！真是太好了！邹法官，首先给你点个赞，然后我得问一句，这次又用了什么邪招啊？应该是凌国微步吧？其实我觉得吧，这个结果马马虎虎，哎，真惨，特别赞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那不会在拍卖的过程中再出什么幺蛾子吧？你怎么就不能想点好的呢？我不是不想好的，我这不是都吓怕了吗？邹法官，你在省高院告捷，我们这边呢也有新进展。哦，双喜临门，快说。陈志飞有了一个新身份，众泰机械的董事长。另外呢，他最近和齐三河的前妻庞丽丽混在一起了。对，我呢跟尹哥也做了一个详细的调查，您看一眼。我们发现这个富康咨询有大笔的资金打在了这个众泰，也就是说，荣达投资所有的资产已经从富康转到众泰。
看来我们又有一个新目标了。来了。陈总好。两位是不速之客，有什么话在这儿说，恕我就不请你们进去。陈志飞，这是传票，请查收。凭什么呀？据我们了解，永嘉地产的资产已经通过第三方公司转移到众泰机械了。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，我们现在依法追回非法转移的资产，请你按时到法院配合我们调查。等一下，陈志飞，我警告你，单凭你想撕毁传票这一点，我现在就可以司法拘留你。不送。气焰很嚣张啊！嚣张不了多久。你好，麻烦你把这个转交给你们老板。好。永安大厦的事我听说了，干得漂亮，恭喜你啊！是老师教导有方，我只不过是活学活用而已。但是高院的反应确实出乎我的意料啊！你是怎么做到让他们这么配合你的？老师，你记不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，我有个同学叫刘哥？有点印象，是校广播站的播音员是吧？就是他，他毕业以后去了合江电视台做法制栏目的主持人，然后呢，我就让他把省高院的王局长给请过去做电视访谈，在节目中呢就提及了永安大厦这个案例，结果人家电视台就全程跟踪了这个永安大厦的执行过程，然后形势就大逆转了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高，巧妙地利用了官场政治和新闻舆论之间的微妙关系，这都超越了法律的范畴了。哎呀，这死马让你给移成活马了。老师，你怎么看起来都不为我高兴啊？怎么可能啊！我是替你高兴，只不过你这个实战手法太过诡异了，老师我都瞠目结舌。我那是童言无忌，像你那种大人，肯定不会明白我这种小孩子脑子里到底想的什么鬼主意。你现在和以前真的是判若两人啊，步步心机哟。这4个字，难道不是应该形容你的吗？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愿不愿意成为我的同路人？老师把自己藏得像一座冰山，我对老师心中的蓝图也一无所知，何谈同路人？凭你的智慧，应该猜得出来。我真的猜不出来。我也不想猜，我只相信我眼睛看到的、耳朵听到的，还有内心感受到的。你真是我的小冤家。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走到同路上，你可不要抛弃我。陈志飞敢当着你的面把执行裁定书给撕了，
差一点儿，他要真敢撕了，我当下就能抓他。这陈志飞也太嚣张了吧！这个众泰机械看来更难对付啊。他是料定了我不敢动的。突袭众泰机械仓库，先行查封所有设备。啊？你现在要查封众泰机械？现在马上。走吧，会会这个陈志飞。哎，走，法官。魏局让我整理一份执行案件汇总，说是省高院要的，下班前就得给他。好，那你留下。